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。很多人都认为中产面临的困境，甚至中产返贫，都是源自于他们的作死三件套：房贷过千万，配偶不上班，二娃上国际。似乎中产们因为虚荣、鸡娃以及缺乏风险管理，才导致了财务危机、阶级滑坡，甚至是破产。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在东亚，尤其是在中国，背负高额的房贷、过度的消费，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资源，确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。但是在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其他地区，例如北美或者是西欧，中产阶级的财务状况同样并不稳定，尤其是在步入中年之后。如果上述的问题不是主要原因，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产阶级时刻面临财务困境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同，已开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中产的定义各不相同。以最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，中产阶级通常被几个关键指标定义。首先就是经济收入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在城市地区，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人民币之间的家庭通常被归为中产阶级。此外，中产阶级通常从事着稳定的职业，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，大多具备本科或以上学历。在住房拥有率方面，中产家庭往往拥有自住房产，这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体现，也代表了社会地位的稳定。不仅如此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也有着明显的特征，例如，他们往往拥有一定的可支配收入，用于休闲、旅游等非必需消费，而且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，愿意为孩子的未来投入大量的资源。在已开发国家，特别是欧美国家，中产阶级的定义则更多的是基于经济收入和财富的积累。例如，调研机构 Smart Asset 将美国当地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/3至2倍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准。这一标准被普遍接受。2021年的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.784万美元，那么收入在4.7189万美元至14.1568万美元之间的美国家庭被定义为中产阶级。除了经济标准外，已开发国家的中产阶级还被认为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相对稳定。例如，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拥有较高的就业保障，通常有固定的职业或专业技能。同时，退休保障也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志。他们通常拥有养老金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退休储蓄。此外，家庭财产的积累，如房产、投资和储蓄，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志。这样看来，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，中产阶级有着不错的收入、体面的工作以及较高的保障，应当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。然而事实上，相较于上层和底层阶级，中产却是最为焦虑的一群人。他们的这种焦虑或者说是不安全感，来源于2个方面。第一，就是对自身的职业和财富地位的危机感；第二，是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危机感，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进一步向上流动，甚至从自己所在的阶级滑落。造成这样的焦虑，并非自身因素主导，而是外部因素所导致。首先就是教育系统的影响。在大部分国家，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打工者，而并非资本家或企业家。教育体制强调标准化考试和职业技能训练，重视知识的积累和稳定的就业路径。这种教育模式虽然确保了大多数人具备必要的工作能力，却也将许多的中产阶级锁定在打工者的角色中，难以突破进入更高的阶层。由于教育体制的限制，中产阶级缺乏创业教育和资本管理的培训，使得他们在经济结构中更加依赖于工资收入，缺乏资本积累的手段，从而限制了他们的上升通道。其次，中产阶级在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。上层阶层通过政治影响力和社会资本控制了更多的资源，使得社会资源和财富往往在上层阶层中集中，而中产阶级却难以在财富分配中获得更为公平的机会。例如，在许多的国家，税收政策往往对中产阶级不利，高税率和复杂的税收制度增加了他们的财务压力。拥有更多资源的上层阶级却可以通过许多的渠道避免缴纳高额赋税。
例如美国的超级富豪，像是马斯克和贝索斯，他们收入的大多数是以股票的形式，而现金部分他们只象征性的拿几美元。尽管他们的身家连年增长，但是股票增值的部分属于未实现收益，只要他们不兑现，就无需交税。而当股票价值下跌，他们还可以就亏损要求获得退税。而拿着工薪的中产阶级，却要缴纳最高可达到37%的个人所得税。此外，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也未能有效地减轻中产阶级的负担，因为社会保障主要保障的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。例如，美国的低收入家庭每年可以获得几千美金的退税，还可以申请 Medicaid 医保、粮食券、住房补贴等等。反观中产家庭，每年只能拿到寥寥无几的退税，有时甚至需要补税。他们需要缴纳全额的医疗保险费用，无法获得政府的补贴优惠。此外，政府的各类福利，例如疫情期间的纾困金，他们也很难享受得到。在很多的高福利国家，中等偏下的中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最后拿到手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。随着近年来通胀率高企，很多中产的生活水平退步，经济状况日益恶化。第三，对于富人和中产来说，资本可以带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。中产们为富人们工作，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劳动，赚取的收入用于家庭消费。这些消费品往往是由他们自己或者是其他中产阶级生产的。中产阶级努力工作，然而他们的收入却不断地被用于各类的消费，很难积累成资产。一旦不小心支出高于收入，就可能陷入债务困境。另一方面，富人们通过雇佣获得人力杠杆，从而获得利润。这些利润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的积累，还通过市场销售回流到富人们的手中。富人们将产品投入市场，这些产品又被中产阶级购买，形成了一个资产在富有阶层内部循环的模式。这个循环使得资本在富有阶层中不断的流动和增长，而中产阶级则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本进入这一循环，难以实现财富的真正积累。财富因此在富有阶层中不断的集中，而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则进一步的被削弱。第四，中产家庭承担的压力也是他们积累财富的桎梏。这一状况在东亚国家更为明显。在大多数的东亚国家，中产家庭通常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，即既要赡养老人，又要抚养子女。这种多重负担导致中产家庭的支出不断的增加，特别是在教育、医疗和养老方面的支出，常常占据了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。如果一个国家有着比较健康的社会保障体系，那么中产家庭尚可喘息。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支持，中产家庭只能完全依赖自身的财力来承担这些责任，这就会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境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举步维艰。第五，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决定了中产阶级的财富地位。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一些曾有望发展成为已开发国家的发展中国家，最终却在发展进程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。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，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、收入达到了中等水平后，因生产率停滞、创新不足、投资匮乏等原因，难以继续提高到高收入的水平。这对于各阶层，尤其是中产阶级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20世纪初，阿根廷跻身于已开发国家的行列。这一时期，阿根廷的人均 GDP 排名世界前10，人均收入一度超过了一些欧洲的国家，如意大利和西班牙。直到20世纪中期，阿根廷的中产阶级迅速壮大，成为了阿根廷社会的中坚力量。他们拥有稳定的收入、财产和消费能力。然而，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，阿根廷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，尤其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，阿根廷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、货币危机和外债问题。这些危机导致中产阶级的收入大幅下降，许多家庭陷入困境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，阿根廷在1980年代的通胀率曾高达2000%以上，经济增长停滞，许多中产阶级家庭被迫出售财产以应对生活成本的上升。可以说，中产家庭的崛起得益于宏观经济带来的红利，但这也决定了这一阶层的脆弱性。
一旦宏观经济带来的红利消失，中产的地位也就变得岌岌可危。过去20年，中国的中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，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、开放的环境和勤劳的民众。然而近年来，尤其是在疫情之后，中国的经济下滑，房价下跌，大部分人的收入下降，中产家庭也成为了这一波衰退中受到牵连最深的阶层。尽管外部因素对中产阶级的困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，但在东亚的文化中，过度的竞争、虚荣和攀比心理也使得原本脆弱的中产家庭陷入了更深的财务困境。他们在教育上投入巨资，拼命的鸡娃，以确保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。这种竞争心态不仅让家庭负担沉重，也影响了他们的财务决策。中产们变得过度关注短期目标，而忽视了长期的财务规划，因而增加了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风险。此外，社交媒体的炫耀风气加剧了虚荣心和攀比心理，使许多人为了维持表面的成功而做出了不理智的消费决策，最终导致债务增加，财务状况恶化。因此，中产阶层的困境并非仅仅是他们自身的原因。如果外部和社会环境没有改善，中产阶级很难摆脱当前的困局。甚至随着财富的日益集中，更多的中产家庭可能会面临阶级下滑的风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认同我的观点吗？你们是怎样看待中产阶级所面临的这些挑战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请点赞、转发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